贫穷的代价才是最昂贵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很多人认为 Pi Network 在发展时间上，在拍币数量上，在挖矿群体上等等，好像都没有什么优势。还在纠结的朋友，官方为什么一直在讲为平凡人提供最具包容的加密货币服务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借记卡或预付卡，唯一的交换手段是现金，在这个数字化时代，你会如何生活呢？相信听到这里会有些风说，怎么可能没有银行卡？是的，目前全球仍有大约14亿的成年人，我说的是成年人，没有银行卡账户。这意味着这些人只能使用现金进行实物价值的交换，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，缺乏与支付卡、借记卡或预付卡相关的价值储存手段。当需要消费或应对紧急情况时，他们无法轻松获取额外的资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们有多余的钱，纸币和硬币往往都被放在一个隐藏且上锁的盒子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们的亲戚或家人在偏远地区急需资金，他们必须委托他人携带现金前往，这样的情况显然非常不便。这种缺乏适当的货币交换和价值储存手段对全球14亿成年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在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和一些贫穷国家都存在。在这些地方，一些人从出生起就没有身份证明，因此无法拥有银行卡。他们错失了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便利。那么，为什么全球都在鼓励区块链技术的发展，不去禁止，而且更进一步，还去大力和积极推动 Web3 的发展，以创造更多的金融包容性和可及性？讲到这，有些朋友会认为这一部分群体是不是都是穷人？在这里告诉您，往往相反，这部分群体35%的人都是非常富有人。他们没有享受到现在金融的便利，不代表他们没有钱。比如很多非洲国家畜牧业、矿产业都很丰富，很多家庭养几百只羊、几十头牛。你能说他没有钱？兄弟们比你我富裕的多了，他们世世代代都挖金矿，你能说他不富有？只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金融电子身份证，只能用传统现金的支付方式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在这14亿的人群中有10%的人加入数字金融时代，一年可以增加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金融市场。你看他们有没有钱？他们只不过是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。14亿人面临着风险和经济不稳定，而且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。例如，他们使用现金进行支付时，可能会面临被盗或损坏货币的风险。他们还可能参与到潜在风险较高的非正式储蓄计划或庞氏骗局中，从而损失惨重。由于他们无法获得低息贷款，他们只能从高息贷款机构借贷，这使他们更加脆弱，难以应对经济环境和健康方面的冲击。虽然商业和数字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排斥问题，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。尽管数字金融服务如移动货币正在缩小排除差距、减少地理限制和降低成本，但数字排除仍然存在，因为一些人仍然无法访问移动电话和移动数据通信。虽然新兴数字技术为重新思考和重建银行服务、身份验证、数字化实物资产和贷款等传统方法带来了希望和新机会，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，我们需要一个生态系统，其中包括负责任的金融服务提供商。这些提供商可以通过新的商业模式、应用程序流程和产品来改变金融准入情况，推动普惠金融部门的发展。这个核心生态系统得到了个人、企业和政府等消费者以及合作伙伴和服务提供商等各方的支持。他们共同提供创新的数字和金融解决方案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。然而，要实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，还需要政府和监管机构等各方的积极参与。他们可以创造有利于金融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环境，同时与学术界、发展机构和标准制定组织等各方合作，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像 Pi Network 这样的区块链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，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。Pi Network 的角色和意义。 Pi Network 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项目，
旨在提供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来进行挖矿，也不需要昂贵的专业设备。相反 ，Pi Network 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挖矿，使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参与。这一特性非常适合那些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们，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挖矿成本或设备费用。Pi Network 的目标是为全球的用户提供一种简单且低成本的数字货币，使他们能够进行无缝的交易、存储价值并参与金融活动。通过使用 Pi Network， 那些无法获得银行账户的人们可以轻松地进行数字化货币交换，而无需依赖传统的银行系统。这将为他们提供一种更方便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财务，避免了使用现金所带来的风险和不便。此外 ，Pi Network 的去中心化特性也为金融包容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传统银行体系通常需要身份验证和信用记录，但许多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们可能没有这些文件或信用历史。在 Pi Network 中，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机应用程序注册，无需复杂的身份验证过程，这降低了准入门槛，使更多人能够参与金融体系，从而增加了金融包容性。另一个 Pi Network 的优势是其低交易成本。传统金融机构通常收取高额手续费，尤其是在国际汇款方面，对于那些依赖汇款支持家庭的人来说，这些费用可能占据了他们有限的资金。Pi Network 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费用相对较低，使用户能够以更便宜的方式进行跨境交易，这有助于减轻金融排斥所带来的经济不稳定。此外 ，Pi Network 还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社区建设，通过参与挖矿、推广和贡献等方式获得更多的拍币奖励。这种激励机制可以帮助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们积累财富，提高他们的经济状况。然而，尽管 Pi Network 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特性，但也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和问题。首先，像 Pi Network 这样的加密数字货币项目需要建立用户信任，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，这需要严格的安全措施和监管合规性，以保护用户的资产和信息。其次 ，Pi Network 需要解决网络效应的问题。要成为有用的加密数字货币，它需要足够多的用户和商家接受它，这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建立用户基础，并推动 Pi Network 在更广泛的经济体系中得到接受。最后，监管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。不同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政策各不相同。Pi Network 需要与各国政府合作，确保其在法律框架内运营，并遵守反洗钱和反欺诈法规等要求。综上所述 ，Pi Network 作为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项目，在解决全球金融排斥问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。它提供了一种低成本、去中心化和便捷的方式，使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们能够参与数字时代的金融体系。然而，要实现这一目标 ，Pi Network 需要克服一些挑战，并与各方合作，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和用户社区，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和成功推广。通过这些努力，我们可以朝着更加包容和可及的金融未来迈进，帮助更多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。Pi Network 将继续在这个重要的使命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好的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觉有帮助，感谢分享、订阅、点亮小铃铛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